然後這些書是台灣的好心人捐助過來的，所以上面都是繁體字，大家看着可能會比較親切一些。沒想到這裡居然還可以看到古巴尋寶記，這是我小時候的回憶啊！哎，張老師，這裡居然還有弟子規，他們看得懂嗎？這些塑料桶是孩子們用來洗衣服以及洗澡用的。準備考試啦？是。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會。那你桌上怎麼只有一本書？你同學桌上都很多書哎。Hello， 大家好，庫薩巴。我人現在在坦桑尼亞的一間佛教學校，我很好奇，在這麼遙遠的非洲大陸，為什麼會有人來這裡創辦一間佛教學校？而且聽說這裡的教學品質非常好，許多家長都希望把孩子送過來就讀。接下來的一天，我會在這裡和他們一起生活。現在是早上4點多，那我們一起出去看看他們在幹嘛吧。這裡是住校生的宿舍，這裡的小朋友都已經起床了。你們幾點要去上課？4點50，我們去佛堂。每天嗎？是。哦，那等一下我跟你們一起去上課。好的。現在小朋友都非常的累啊，還在這裡想要補眠，但沒辦法，他們等一下就要去上課了。這位大人是他們的生活老師啊，也是我們那裡的舍監，然後現在要跟着他們一起去上早課。這裡是他們的廚房，這些廚工也是早早的來上班了，他們每天就吃這種食物。這個是木薯。現在我們已經到佛堂了，因為他們腳上都有很多沙子，這些小朋友還會很乖的把沙子先用下來，然後再走進佛堂。這是他們每天的早課，也是他們固定的生活節奏。在一天開始之前，先讓自己安靜下來。上完早課，這些小朋友現在很開心，準備去吃早餐。每天他們這裡也會有值日生負責善後啊，當然還有一位生活老師會負責監督他們。剛上完早課就收到緊急通知，有一台校車的司機回報那台車出了狀況，需要學校派另一台車過去。剛好我有國際駕照，所以我現在要幫學校開車去找他們。A few minutes later， 就是這台校車壞掉，現在所有的學生都要移到我那台車。你們看，那一台車擠了多少學生啊？但沒辦法，在非洲啊，資源有限。他們的書包都必須放在車後，所有人才能擠上車啊！上面滿滿的都是小朋友啊，因為那台校車還要再去接小朋友啦。這車小朋友就交給原本的司機帶回去啦。然後我現在要開這台爆胎的車回去，終於開回學校啦。這些廚工阿姨在準備小朋友的早餐，就是這個簡單的木薯。除了木薯，他們早上還有薑湯可以喝。現在老師在教小朋友看別間佛教學校的影片，教他們要安靜，要有組織性的就座位吃飯。這廚工阿姨還會幫小朋友添加食物，還蠻不錯的哦。發現這個校區其實還蠻大的，我們來請這裡的張老師跟我介紹一下這裡的環境。張老師你好。大家好。張老師，我先問一下，為什麼我會創立這間學校？這個學校是一位賢宏法師，他是中國漢傳佛教的一位法師，在這邊創辦的。他本來是在達累斯薩拉姆達市有一個曇華寺那個寺廟，然後後來他為了能夠更好的跟當地人結緣，而且更好的弘揚佛法，而且他又發現自己跟小孩子的好像缘分特別好，所以在這邊買了一片地蓋學校。他買這片地之前，這片地它是一個中學。然後疫情期間，這個中學倒閉了。倒閉了之後，法師就把這片地買下来。然後買下来之後呢，還是請之前的那個校長繼續做校長。那個校長真的是很有福氣啊！对，就上一個學校倒閉，依然可以做校長。對。那你可以跟我介紹一下這裡的環境嗎？因為我看這個校區還蠻大的。好的，沒問題。這個首先看這邊，這個牌樓，它是一個漢傳佛教的山門大門。因為法師的構想是以後大家一進來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寺廟，然後在寺廟裡邊有學校，是，而不是像現在進來之後發現這是一個學校，然後好像裡面有一些寺廟的元素。OK。然後再往那邊看，那個房子它現在是佛堂，但是在法師買這片地之前，它是一個基督教的教堂。
哦，這麼酷哦。对。哦，然後現在孩子們早晚都要在那邊上早晚店。然後這邊就是舊校區，因為那邊蓋了一個新校區，所以把它叫舊校區。那我們可以進去看一下嗎？啊，沒問題。好。然後這邊現在是有幼稚園以及1、2年級的孩子在這邊，他們平常上課那個鞋子都要脫在教室外面，要光着腳進去。然後因為非洲坦桑尼亞這邊本地情況是以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為主，所以我們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像這些戴頭巾的小女孩都是穆斯林的女孩子，但是她們好像对於宗教沒有那麼的嚴格，就經常看到那些住校的小姑娘來的第一天，爸媽給戴着頭巾，然後之後再也不戴了。是哦，這麼特別。對，然後還有7年級的女孩，以前一直都見她不戴頭巾，每天都不戴頭巾。對，有一次放假回家，可能被家裡人罵了或者怎麼樣吧，之後回來每一天都戴頭巾，特別乖。哦，所以這個舊校區以前是中學。对，是一個中學。但是法師把它買下來之後，這個就變成小學的低年級和幼稚園。是的，但是在新校區啟用之前，我們的從幼兒園一直到7年級全都擠在這個舊校區裡面。這麼誇張？對，那不是很擠嗎？對，他有時候2個凳子拼在一起可以坐3個人。太誇張了吧！我看現在教室差不多是滿的啊。對，之前更滿。那我們去新校區看一下吧。這就是我們的新校區，大概2、3個月之前才開始投入使用。然後這邊是高年級的孩子，高年級就是從3年級、4年級、5年級、6年級和7年級。然後因為剛剛投入使用2、3個月，所以有些地方還需要進行進一步的修飾。就比如說昨天下大雨，然後地上積了好多水，所以工人就過來挖了好多的坑，然後讓這個坑去滲水下去。張老師，為什麼他們有7年級啊？像台灣國小都只有6年級而已。他這邊7年級也在改制了，可能等到2027年就不會再有7年級了。聽說他們4年級也有一場國家考試。對，4年級和7年級都有國家的考試，它可以作為一種考核學生學習情況的手段，也可以作為一個給學校進行排名、考核學校水平的一種手段。然後我們學校因為才開了2年嘛，去年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只有100多個學生，然後結果在一次考試當中，我們學校竟然考到了全地區的第2名。從那之後就有很多的學生轉到我們學校，所以現在我們一共有564個學生。這麼牛逼哦！是啊。所以很多家長都想要把小孩送過來這裡就讀，就對了。對，因為我們教學水平還挺不錯的，而且我們收費又很便宜。那你們收費是怎麼收費？是這樣子的，他們坦桑尼亞有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一般公立學校會收的便宜一點，私立學校會比公立學校貴很多很多。然後我們學校法師在定這個收費標準的時候，參考的是公立學校的收費標準，所以說很多人都可以負擔得起我們的學費，包括我們學校的清潔工，他的孩子也在我們學校上學。所以他們就是可以付公立學校的學費，然後取得更好的教育資源。對对对。那不錯，這個法師人真棒。然後這邊2樓目前還沒有正式使用，然後這邊好多空教室，咱們可以進去看一看。張老師，我發現你們這個黑板啊很特別。對，它有可能是因為本地的資源沒有那麼的豐富，所以可能跟台灣會不太一樣。它這個看起來就像是水泥，然後上面直接刷一層黑漆，感覺也很簡單。真的還蠻特別的。這間教室比較特別，它是未來的閱覽室，但是因為現在還沒有書架，所以書本來是一箱一箱散放在地上，然後孩子們太感興趣，進來亂翻，然後就給翻成了這個樣子。然後這些書是台灣的好心人捐助過來的，所以上面都是繁體字，大家看着可能會比較親切一些。沒想到這裡居然還可以看到古巴尋寶記，這是我小時候的回憶啊！張老師，這裡居然還有《弟子規》，他們看得懂嗎？我覺得他們可能不一定能看得懂，但是他們之前有一段時間，每天早上孩子們要念这個《弟子規》，然後像寺院收養的20個孤兒，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已經讀這個讀得挺熟的了。這麼厲害？對。俗話說吃飯皇帝大，又到了吃營養午餐的時間了，我們來看一下他們怎麼吃午餐的吧。這裡的衛生教育也搞得不錯啊，每位小朋友在進餐廳之前都必須先洗手，而且他們都乖乖的排隊，很有秩序。在開飯之前，這裡的廚工都會把每一份打好，小朋友在外面排成2路，他們一進來只要拿着碗就可以直接到他們自己的座位上就坐了。沒想到他們連吃飯前都會念咒語，真的是太神奇了。這間學校的教育非常好啊，這裡所有的學生在吃完飯之後都要自己洗碗。現在我們來到男生宿舍，來請張老師介紹一下。
現在我們學校一共有564個學生，然後其中大概有90多個是住校生，所有的住校生住在這邊，吃住都在這邊，然後家長是不允許探視，也不允許來送吃的。然後這邊是一個男生宿舍，這邊住的是我們福利院的孩子。福利院的孩子是什麼意思？就是法師他收養了21個本地的兒童，他有一個福利院。所以他們是孤兒嗎？他們大部分都還是有父母的，但是可能因為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許，養不了，所以就只能放棄抚養权，就是送給福利院來撫養。這邊是男生宿舍的洗漱区域，這個水龍頭一般是放個大盆在這邊，然後接很多的水，生活老師會用这個大盆給孩子洗衣服。這些塑料桶是孩子們用來洗衣服以及洗澡用的。你像裡面那個水龍頭，這就是浴室，下面放一只水桶，然後水灌滿了之後，就孩子拎起來從頭頂往下一澆，就這樣洗澡。這種洗漱環境啊，我覺得在台灣可能就只有我們爸媽那個年代以前的人才有經歷過這種生活。現在已經下午5點了，住校生也準備去上網課了，我們一起來去看看吧。一天結束之前，他們會再回到同一個地方，把白天的疲憊和雜念一點點的放下來。沒想到這非洲小孩居然這麼專業。上完網課，大家準備去吃飯了啊！今天晚餐吃的比較好啊，是他們的傳統菜烏咖喱。我跟學校保安一起吃飯啊，來問一下他喜不喜歡烏咖喱。Do you like 烏咖喱 Yes, I like. How do you eat 烏咖喱 How your hand? My tradition to eat by using hand. By using hand. When I'm eating rice, I using spoon. 好特別哦！問當地人才知道，原來他們吃傳統食物，像是烏咖喱就會用手，但是吃米飯的時候就會用湯匙。我還以為他們都不用湯匙了。住校的學生每天晚上都要晚自習，這讓我想到我高中的時候也是一樣。低年級的學生在餐廳晚自習，高年級的學生在他們自己教室晚自習。高年級的桌上擺着滿滿的書和考試卷，這也太認真了吧！我國小都沒有這麼多書，我看他們的筆記都是滿滿的字啊，加上你看他的書包，超級多書啊，這也太誇張了吧，都放滿的。你幾年級？4年級。準備考試啦？是。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會。那你桌上怎麼只有一本書？你同學桌上都很多書哎。你現在幾年級？6年級。那你覺得這本書很難嗎？不難。不難。你知道我這些東西，太陽和月亮，是國中才學，你比我早1-2年學習這些東西哎。是的。我覺得你很厲害。謝謝。你們晚自習到幾點？8點。那你們幾點前要睡覺？9點。所以你們只有1個小時的休息時間。對。啊，他們這個生活也太辛苦了吧！但也許正是這樣的堅持與規律，讓他們能夠在這片非洲的土地上找到屬於自己的安定與力量。在什麼時候出家？我是在2018年出家，我那個時候是在讀研一，然後就退學去出家了。退學出家？對。那你當時是讀哪間學校？我是北京理工大學。